Midjourney 从2022年9月公测到现在，已经累积有1200多万用户。而在2022年的科罗拉多州博览会，一位美国人艾伦用太空歌剧院的绘画作品，在数位操控摄像类别赢得冠军跟$300后，也引发了正反两派的争论。而最大的争议在于，艾伦这幅画大部分是使用 AI 作画工具 Midjourney 完成的，而画中3位人物的细节惟妙惟肖，甚至评审也分不出是人类还是 AI 画的。至今 AI 的画作常引发不同观点激烈的辩论，有人认为输入指令叫机器画图，打败其他人类艺术家不是真正创作。另外有一派认为 AI 只是工具，就像笔刷是工具一样，没有人就没有创造力。而也有人批评 AI 艺术等同于自动剽窃，因为 AI 在未经过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，辨识了数千万张到数亿张画像去做模仿。而在专业的艺术家展示平台 ArtStation 近期也公布，必须在作品标注是否为 AI 绘画产生的作品。虽然 ArtStation 不禁止使用 AI 软件来创作或发布作品，但是要求艺术家在作品中标注使用 AI 的部分，并且保证自己有版权或授权。这个规定是为了保护与激励原创性，也为了让观众更清楚地知道作品的来源和过程。然而，有些艺术家对于 AI 作品在 ArtStation 上的存在感到不满，所以他们也发起了一场抗议活动，用 #NoAI 标签来表示他们反对的立场。你的观点是如何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不过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来完整介绍 Midjourney 以及如何用一个关键提示词就能生成大师级作品。另外，还要告诉你一个跟 Midjourney 一样好用的免费的 AI 绘图工具。Midjourney 目前是用 Discord 来算图，所以首先我们要先注册一个 Discord 账号，然后点击 Midjourney 官网上面的 Join Beta， 就可以进入 Midjourney 的 Discord 伺服器。它免费账号的使用额度大概可以生成20到25张的图片，如果要继续使用，就要购买他们的订阅方案了。你可以在 Midjourney 的 Discord 伺服器中输入/subscribe 去了解。另外 Midjourney 现在也可以加入到自己的伺服器，这样就可以免受干扰地进行算图乐趣。首先在左边列表的下方点击加号，然后按照指示建立一个自己的伺服器，依照指示步骤建立完成后，你的伺服器就会出现在列表。然后点击 Midjourney 的伺服器，可以看到右边有成员列表，如果没看到的话，可以点击右上方有一个类似人像的 icon， 然后点击 Midjourney Bot 机器人，跳出一个视窗后，点击新增至伺服器，然后选择自己的伺服器，然后点击继续就 OK 了。之后只要在自己的伺服器上面输入提示词就可以算图了。接下来我们输入 /setting， 然后 Enter， 就会跳出一个功能设定选项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做调整。第一排是选择算图的版本，如果你没有在后面参数做指定的话，那系统会预设用最新 4C 版本做算图，而第4版对于提示词的关联度会较其他版本高。第4版又有分3种微调的版本，画面中可以看到这是微调版本的一些差异比较。第2排的 MJ Test 跟 MJ Test Photo 是属于测试的版本，可以看一下展示出的2个不同的效果， Half Quality、Base Quality 跟 High Quality 是指算出来图的品质，由左至右品质由低到高，但品质越高，算图的速度也就越慢。Style Low、Style Mad、Style High 与 Style Very High 是指算图出来的风格化程度，由左至右风格化程度由低至高，每一个风格化的差异都会有些微不同。接下来的 Regular Upscale、Light Upscale 跟 Beta Upscale 都是放大图像的指令。Regular Upscale 为预设放大图模式，是在放大图同时屏滑图像与增加一点图像细节。Light Upscale 是将图放大到1024×1024像素，同时增加更多图像细节。Beta Upscale 则是将图放大到2048×2048像素，但不添加图像细节。Public 代表的是公开你算图的成果， Stealth 是隐藏算图的成果，目前免费版是不能隐藏算图的结果的。Remix Mode 是在你要进行图的再次变化的时候，可以容许你对要变化的图再进行提示文字的更动。Fast 是指加快算图速度， Relax 则是变慢算图速度。了解 Midjourney 基本功能之后，我们现在要来了解最核心的部分，就是如何提升吟唱咒语的技巧，也就是
文字生成图的提示词，而吟唱咒语的逻辑主要可以分成5个部分，有1关键提示词、2画风、3图片视角组成、4渲染、灯光、风格、精细度、环境氛围、构图、5参数。这几个依序做提示词的描述，简单说明一下。1关键提示词主要就是输入你想呈现的画面，用文字描述出来，这部分越详细，越可以让 Midjourney 生成出你要的画面。例如，输入一个女吸血鬼穿着棕色服装在夜晚的城市，跟输入一个女吸血鬼 Emma Watson 五官深邃精致，有绿色的眼睛和红棕色的头发，穿着棕色紧身服装，在北极城市景观的夜晚，2个描述生成的图就会有所差异。2画风指的是画面呈现的风格，例如皮克斯或是吉卜力工作室都有着很明显的风格。3图片视角组成，也就是镜头拍摄的角度与画面远近。4渲染部分则可以把灯光、风格、精细度、环境氛围、构图这些元素都考虑进去。如果没有想到那么多也没关系，可以再做变异微调时，再依照缺少的部分加入5参数，一般会加在所有提示文字最后。以双连字号加上固定的字元，如常用的有双连字号 A2 1:2，代表长宽比1:2，双连字号 Chaos 小于50，代表出现意外图像的值为50，最大到100，双连字号 No 代表画面里不希望出现的元素，双连字号 Q.25 或.5或1或2是代表图片品质，一位中间值。双连字号 Seed 加上一串数字，指的是每张图片都有一个 seed 值，也就是让系统可以辨认原始图片的代号。如果我们要连续生成类似的图像，就需要加上这个参数。想要知道图片的 seed 值的话，你可以对图片发送一个信封的表情符号，就可以获取该张图片的 seed 值了。以上如果都能吟唱完整的话，就可以花费最少生成时间跟图片数量，得到完美的图了。如果你有参考的图片，也可以上传图片到自己伺服器，然后按右键复制图片网址，然后在 /imagine 后方贴上网址后，再输入想要的提示文字，就会生成出以你上传的图片为参考值的画作了。另外，要介绍一个进阶的提示技巧，就是用双冒号来将提示分为不同的部分。从官网示范的图可以看到 ，hot dog 跟 hot 双冒号 dog 所呈现出来的画作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在双冒号后添加一个数字，则是来标示提示重要性的比例。比如输入 hot 双冒号2 dog 所生成出来的图，明显看起来更热了。除了文字做提示词之外，你也可以试试在提示词中加入表情符号哦。譬如我输入这些提示文字，它产生的图以及跟我单纯输入文字没有表情符号的对照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对于表情符号的辨认似乎有点作用，但是比文字提示的效果明显较弱。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提示辅助网站，只要在这网站上点选自己要的选项，就会帮你产生 Midjourney 包含参数的完整提示词了。你只要在网站的上方输入你想要的画面的关键提示词，而中间是预览提示文字以及完成后拷贝提示文字的地方，下方有13个选项，可以依照你的需要来选择，也可以都不做选择。每一个选项点进去都有图例可以参考，这些选项都选好了，你的提示文字也就很完整了。它也提供上传图片的功能，在下方也可以输入想避免在图中出现的提示词。接下来我们来示范一下如何快速念咒语。如果觉得咒语太复杂，又想生成大师级画作的话，就要继续看我接下来要讲的。用 Midjourney 作画的时候，最苦恼的就是没有参考的图像，或是没有提供灵感或是参考来源。于是网络上的 Aaron Holloway 就整理分类了所有画风与艺术家类型，也附上参考图。工作表由左至右分类为人物、风景、卡通、绘画、动漫、Niji 动漫、人类、科幻、生物、媒介、时代时尚、印刷媒体、风格、游戏、杂项，可以说相当完整。在里面一定可以
找到你要的风格与灵感。共享档案连结会放在描述栏。表格左边第一栏是列出艺术家的原画作，第二栏是艺术家名字，第三栏是依照绘画种类生成出来的范例参考。以人物画作例子，可以在关键提示词后方加上 Character by Charlie Bowater， 就会生成出类似 Charlie Bowater 画风的人物像了。最后，这一款与 Midjourney 一样在 Discord 算图的完全免费工具叫做 Blue Whale AI， 它跟 Midjourney 的使用方式一样，只是功能没那么多，不过一样可以算出让人惊艳的图像来。而免费版用户可以在 Blue Willow 伺服器里的 Rookies 频道尽情无限算图，当然你也可以加到自己的伺服器中算图哦。现在我们用画风与艺术家参考提示产生出来的图来比较一下 Midjourney 跟 Blue Whale AI 算出来的图的感觉吧。希望这期影片能够帮助你更了解与熟悉 AI 绘图的乐趣。感谢你的观赏，我们下期见。